那个大群里有几乎所有主要演员以及他们的助理，自然也有肖战。王一博点开他的主页，依然只看见几张猫咪的照片，还是几个月之前的。很显然，这是个不爱发朋友圈的人。他不记得从哪里看到过，说这样的人一般很内敛，很温和，但不太容易与人交心。因为他们本身就内心充实，无需他人帮忙填补。好容易挨过了1个礼拜，王一博庆幸自己还赶得上剧本围读。到达剧组的时候是中午，大家都在餐厅吃饭，他跟着导演去和大家打招呼。没有他认识的朋友，几乎所有演员都是新人，非常年轻。他甚至不是年纪最小的那个。在这样一群小朋友面前，肖战越发显得像个大哥哥。他很高，比自己还要略高一些，眼部线条十分柔软，笑起来显得温暖和煦，连声音也温柔好听。你好，一博，我是肖战，魏无羡，好像都没怎么变过。王一博不善与人寒暄，此时居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好在肖战很快又说：“你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。”其实他在飞机上吃过了，但他还是坐了下来。肖战坐在他对面，指着桌子上的菜，笑道：“这里伙食可不怎么好，你得习惯几天才行，对吧，江澄？”旁边的男生立刻接话：“是的，当减肥了，我都瘦了，哈哈。”江澄是剧里的人物，原来他们已经进入了角色，自己好像有点落后了。肖战看着他，很轻松地挥挥手：“嗨，你不用担心拉了进度，虽然我们提前训练了1周多，主要是练武术动作和仪态。你学舞蹈的肯定比我们学得快，没问题的。这里的菜看起来确实不怎么样，但吃下去竟意外的香，可能是他饿了。”他终于笑出来，说：“谢谢战哥，我会努力的。”肖战也笑了，他笑起来整张脸都很明媚，仿佛映着春日暖阳，有一种安静的美好。他拿出手机，说：“咱们加个微信吧。”经纪人说的不对，他很适合演魏无羡。王一博想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。一博，慌乱间他想不到别的什么，本能地掏出手机：“好啊。”扫完2维码，肖战怔了怔：“哎，你怎么已经是我好友了？”他很疑惑地看着他：“我什么时候加的你？”饰演江澄的汪卓成在一边笑：“哥，这个问题你应该问自己吧。”他只是笑笑，没有说话。肖战想了半天，才顿悟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之前上过《天天向上》，一定是那个时候加的。什么时候去的来着？1年前，油菜花田。当时我们团专门去后台拜访你们几个主持人来着，但你没有单独和我打过招呼。缘分啊，王一博。那时候真没想到有一天会和你搭档拍戏。”是啊，就像是错过了的人，又在转角重逢，真好。王一博一直觉得骑摩托和跳舞最有意思，演戏最多排第3。以前在剧组，他都是很听话的乖宝宝，认真背台词，走戏。休息的时候一个人玩手机，话也不多说一句。然而在这个夏天的横店，在阿令剧组，他以一种连自己都觉得诧异的速度迅速融入。他和肖战的对手戏最多，可能是对方入戏很快的缘故，他也被自然而然地带入情绪，没有尴尬，没有生疏，两个人仿佛损友相识多年。他和肖战的对手戏最多，可能是对方入戏很快的缘故，他也被自然而然地带入情绪，没有尴尬，没有生疏，两个人仿佛损友相识多年。肖战渐渐脱去了和蔼可亲大哥哥的外衣，变得如魏无羡一般欢脱，
喜欢逗他，又皮又欠。也有安静的时候，是两个人实在累到打不动也好不动了，背靠背坐在一起说垃圾话。王一博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无聊，东一句西一句，毫无主题，却不想停下。明明已经哈欠连天，也还是要拉着对方玩剪刀石头布或者打手背，这种小学生都嫌弃的游戏，太幼稚了。但是很开心，在拍夜戏累到要睡着的时候，互相掐对方，清醒点没有？在太阳下暴晒的时候，互相吹彩虹屁，啊你皮肤好好，怎么都晒不黑？在人造大雨中走戏的时候，互相打来打去。王一博，你善良一点，你有伞，条件很艰苦，人也累够呛，但他清清楚楚听见心里的声音。在这个剧组，他非常开心。然而随着拍摄进程的推进，有一件事让王一博越来越在意，是肖战对他的称呼。最开始自然是礼貌得很，叫他一博，后来熟了就直接叫大名王一博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肖战在化妆间叫他蓝湛，他初甚至怔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是在叫自己。其实肖战在戏外也习惯叫剧中角色的名字，比如江澄、思追或者聂导。轮到自己，竟意外的感觉有些奇怪。不过肖战毫无察觉，越喊越自然。蓝湛、蓝忘机、鸡兄轮换着来。王一博能感受到肖战入戏很深，魏无羡这个角色让他将自己隐藏的性格特质毫无顾忌地展露了出来，让他仿佛一直生活在书里的世界。他可能已经分不清戏里戏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让王一博很在意。那天是在拍一场群戏，两个人站在一起等戏，肖战又喊他蓝湛，他没理。肖战索性侧过头对他笑，蓝二哥哥。王一博感到奇怪，一个27岁的男人怎么能笑得这么单纯无害？那双眼睛仿佛阳光下的海面，波光灵动，熠熠生辉。可这笑容是属于蓝忘机的，不是吗？他没什么好气，你干嘛？不干嘛，跟你打招呼啊。他握着碧晨，不想讲话。但肖战突然凑过来，伸手指了指，你耳朵这里怎么了？他们离得很近，近到王一博甚至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呼吸轰在自己脸上。可能是太热了，他心跳得有些快，低头摸了摸耳垂，那里有一道不深不浅的疤痕，轻描淡写地说，没什么。有次跳舞，蒙眼睛的带子勾住了耳饰，被我硬扯下来了。肖战一脸震惊，你把耳饰生拽下来了？王一博只是笑笑，不然怎么办？还在台上呢。肖战看着他没说话，他越发有些不自在，只能绷着脸掩饰。你看我干嘛？肖战摇了摇头，他没明白，刚要再问，却听对方问道，很疼吧？胸口莫名的开始发热，可脸上依旧酷酷的没什么表情。也还好，反正没耽误表演。可能是很疼吧，只是跳舞这么多年受的各种伤让他习惯了疼痛，反而不觉得有什么，又或者早已经忘记了。哎，你这个小孩真是。我不是小孩。他板着脸，肖老师不要倚老卖老好不好？今天的肖战有点奇怪，并没有和他互相伤害的意思，只是很认真地说，你妈妈知道的话一定很心疼。胸口的热度顷刻间扩散至全身，连眼底都热起来，仿佛有什么堵住了喉咙，他居然说不出话。是因为妈妈，还是因为心疼？10几岁刚去韩国的时候，异国他乡，语言不通，无亲无故，疯了一样想家，给妈妈打电话都忍不住要哭。但是他一哭，
妈妈也会跟着流泪。所以后来他就不再哭了，习惯了练武的辛苦，习惯了受伤的疼痛，习惯了报喜不报忧，告诉自己他已经长大了，不再是孩子，需要人心疼呵护。跌倒了自己爬起来，吹吹伤口上的灰尘，继续往前走就好。可是为什么，当真的有人细心问起时，还是忍不住动容，忍不住想要像一只小刺猬一样，露出软软的肚皮，只盼着对方多来摸一摸。肖战手里的随便咣当咣当的击打着他的臂尘，他侧手与他四目相对，看到他眸中的海面发生着细微变化。王一博小朋友，肖战突然又笑了，冲他竖起大拇指，很厉害，很帅。他也笑起来，余光都能看见自己的苹果肌，帅不过肖老师，你皮肤太好了，又细又白，脸也超小，肖老师自愧不如。肖老师眼睛大，个子高，笑起来特别甜。旁边有台机子在拍花絮，肖战指着镜头，大笑道：“商业互吹开始。”